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一位生活在新西兰的园艺爱好者。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呢，我们小菜园里的病虫害也越来越严重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想以我家里小菜床里的蔬菜和在 City Council 申请的小菜地里的蔬菜做个对比，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减轻我们冬季的病虫害，让我们的蔬菜长得更健康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花几分钟看一下我家里的菜床里的菜的生长情况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去康搜的小菜园看看种在大地里的菜现在的健康情况。这是我十几天前种下的红叶白菜的苗，现在长得非常健康，基本上呢没有生虫也没有菌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移苗前，我这块地呢给它加了一把白云石的石灰，给土壤消了一下毒。我会把土壤消毒的这集视频的链接放在说明栏。它的作用呢和草木灰相似，如果你家里有草木灰的话，也可以用草木灰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生菜，叶子的背后没有生菌也没有生斑，还算健康。只有下面有几片黄色的叶子，我们把它拿掉。有几个虫洞。这是莴笋，莴笋的叶子也还算健康。我们最主要是要检查叶子的背面，因为现在天太湿，叶子的背面呢经常会生白色的菌啊，或者锈病。这是塔菜，塔菜前2天呢刚刚见过苗，我把病叶、枯叶呢全部摘掉之后呢，现在的状态还算不错，前叶虫呢也没有泛滥。这是几颗上海青，上海青现在看起来也还健康。不过下面我发现一片生虫的叶子，把它拿掉。我家里小菜床里防治浅叶虫呢非常简单，就是及时把带虫的叶子呢及时清掉，这样呢可以减少虫源。虽然偶尔呢也会有几只小飞虫飞来飞去，但是它们已经成不了气候了，对我的蔬菜的健康呢已经造成不了严重的影响了。这里还有几颗八叶白菜和上海青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发现一片病叶，我们把它摘掉，看，还有一片，及时摘掉。像这么大的白菜叶子呢，我们就要抓紧吃了。如果继续让它长呢，一个是它会变老，另外一个就是容易生虫。一圈看下来，我小菜床里的蔬菜还算健康，给打个80分吧。所以呢，我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防止病虫害，除了在移苗的时候呢，我会撒一点石灰。现在看下来，它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，真的能够减少病虫害。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种在大地里的蔬菜，这个对比就十分明显了。这是我斜对面小菜地里种的 kale， 在这个季节呢 ，kale 长得还是蛮快的，几天不见就长大了不少。但是下边大家已经看到，有很多叶子已经开始长浅叶虫了。下面来看看我朋友种的莴笋，这个紫色的莴笋呢，长势还不错。现在呢正在蹲苗，也没有说徒长，整个状态都是很健康的。旁边的这种绿色的莴笋情况就不太乐观了，已经开始生铁锈病，还有叶枯病了。而且我们发现它新长出来的嫩叶也已经开始有斑点了，而且有些叶子已经开始枯萎了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品种，这个品种的叶子呢稍微尖一些，虽然最底下的几片叶子呢有一些腐烂，但是状态明显好于刚才那个。为了防止铁锈病，我们又不想喷药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一个办法就是通风，降低土壤的湿度。第二个办法呢，就是选对品种。现在的天气呢，经常下雨，土壤的湿度我们不能控制，那么品种的选择就尤为重要了。紫色莴笋的抗病能力明显的要好于绿色，那么在这个季节呢，我们就先种一些紫色的莴笋，1个月之后呢，我们再育一些绿色粗莴笋的苗。
这样呢，我们就能够合理的避开这阴冷潮湿的天气对蔬菜的影响。同时啊，如果你可以用石灰或者草木灰给土壤消个毒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这是芥菜，也是在冬天比较容易种的菜，虽然有一些虫疤、虫洞，但是不影响它的生长。还是牛皮菜比较顽强，不容易生病。我们再到其他的菜地里看一看。这种铁锈病、叶枯病呢非常普遍，因为我们的小菜地啊都是一块连着一块。那当这种真菌的孢子成熟的时候呢，很容易随着空气的流动被风一吹啊，就传染到了旁边的小菜地，这个病的就很严重了。所以品种的选择对防治铁锈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这3颗白菜，外面的叶子呢已经被虫子糟蹋的不像样子了，但是人家一点也不影响包心啊。在这种菜的人呢，心一定要大，要抱着和虫子一起分享蔬菜的心态。不管虫子怎么吃呢，总会给我们留下一些收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虫害已经这么厉害了，整个院子里呢，没有一个人采取任何措施的。其实防治浅叶虫最简单的办法呢，我们就是用黄板，用粘虫板。就是这种样子的，我们在网上啊、店里都可以买得到。大家都不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如果只有一家用了，那小飞虫还是可以从隔壁的菜地飞过来的。索性呢，大家都不用了，只要熬过这1个多月，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情况就有明显的好转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引起浅叶虫泛滥的原因就是大家呢来的都不是很勤，最多的呢1个星期来2次，有的是1次，有的呢是几个星期1次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浅叶虫就非常容易的泛滥。如果你不及时把病叶摘除掉，这块地呢，它种的时候啊，间距都隔得很大，而且它选的这是冬天种的圆白菜、大头菜。它的叶子呢比较硬，所以呢虫害还不是特别严重。虫子呢都先找特别嫩的叶子开始吃。这是香菜，这家人家种了很多的香菜。香菜有一股异味呢，虫子也不太喜欢吃。冬季呢天气凉，雨水多，非常适合香菜的生长。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种一些香菜。大家看啊，在同一块地，虽然卷心菜呢，没有什么虫子，但是这种白菜已经遭到浅叶虫的侵袭了。而且呢，它用的方法是和我一样的，就是把生病的叶子掰掉。不过它只掰了叶子，把下面的杆留了下来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后还要吃啊？好，下面来看看我的菜地的情况。这是茼蒿，没什么问题。我掐过尖之后呢，旁边的侧芽都已经开始生长了。这是四季小白菜，四季小白菜呢比较嫩，水分比较多，所以呢虫子也比较爱吃。我会把生病的叶子呢摘掉，希望它们快快长大，让它们生长的势头呢超过虫子吃的速度。今年呢，我还尝试着种了几棵榨菜，我也不知道它们能不能长好。外面的叶子呢也生病了，这些这么大的叶子扒掉呢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下面的根茎的生长有没有影响。看上去呢是有点榨菜的模样了，但是我扒了很多叶子，我不知道它最后能长成多大。大家有没有谁种过榨菜，有这方面的经验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到底扒叶子影不影响榨菜的生长？谢谢。这是我今天清理出来的草啊、枯叶、烂叶、病虫叶。今天等一下呢，我要全部把它清理掉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，怎样在冬天预防病虫害。首先，我们在秋季换季的时候呢，可以用石灰或者草木灰给我们的地消一下毒。第二，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，要选好品种，选择抗病力强的蔬菜。第三，我们要及时见苗，保持良好的通风，控制土壤的湿度。如果经常下雨的话，就千万不要再浇水了。
第四呢，及时清除病虫叶，降低虫子的密度，这样呢，虫子就不会泛滥。第五，如果你想更简单直接一点，就可以买一些黄板、粘虫板来防治浅叶虫。虽然冬天想要种好菜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，只要我们用点心，勤快一点，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预防，那么我们在冬天也是依然可以收获健康的蔬菜的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帮助，同时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